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金鸡奖爆冷，赵丽颖、杨幂无缘大奖，段奥娟逆袭成最大黑马。11月15日，第38届金鸡奖在厦门落下帷幕，各大奖项尘埃落定。这本应是影视界的一场盛大庆典，却因女主角提名名单的公布，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此次金鸡奖，宋佳凭借《好东西》荣膺影后，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成为最年轻影帝，袁富桦、钟楚曦分获最佳男女配角，乔真、萧桂云获终身成就奖。这些奖项的归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业内对演员演技和作品质量的认可。然而，女主角提名环节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赵丽颖和杨幂这两位在影视圈拥有庞大粉丝群体和众多代表作的顶流演员，竟双双无缘提名。赵丽颖今年她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向阳花》票房突破2-3亿，还得到了央视的认可。此外，她参演的《乔妍的心事》也备受关注。杨幂在《酱园弄》中的表现被赞演得最好，同时她还有《长安的荔枝》等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都经过了市场的检验。按常理来说，他们在最佳女主角的评选中应该占据一席之地，但现实却令人大跌眼镜，他们的这些作品均未入围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选秀出身的段奥娟凭借尚未上映的电影《岁岁平安》获得了提名。在《岁岁平安》中，段奥娟饰演的刘岁岁一角情感层次丰富，她通过细腻的眼神变化和叹息，将角色内心的挣扎与不安展现得淋漓尽致，仿佛把一个年轻人在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困惑与冲突真实地呈现在了荧幕上。然而，她的成功提名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认为段奥娟的提名是对新人演员的鼓励和肯定，体现了影视行业对新鲜血液的重视。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影视市场中，新人演员需要更多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才华。金鸡奖的提名或许能为他们的演艺事业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而且，段奥娟在影片中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她的演技虽然还有提升的空间，但已经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和潜力。然而，也有不少人对这一提名表示质疑。在与实力派演员刘薇薇的对手戏中，段奥娟虽然展现出了年轻演员的激情与努力，但在丰富的演艺经验面前，她的不足也暴露无遗。相比之下，赵丽颖和杨幂在影视圈摸爬滚打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他们在作品中的表现更加成熟和稳定，而且他们的作品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票房和口碑都有目共睹。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尚未上映的作品和一个新人演员却获得了提名，难免让人觉得有些难以理解。回顾金鸡奖近几年的评选，类似的争议并非首次出现。去年，00后演员李庚希获得影后，就引发了不少网友对奖项含金量的质疑。如今，选秀出身的演员凭借未上映的作品获得提名，更是让人们对金鸡奖的评选标准产生了困惑。金鸡奖作为中国电影界的重要奖项，其评选标准应该严谨、公正、透明，既要鼓励新人演员的成长，也要肯定资深演员的贡献，更要注重作品的质量和演员的实际表现。对于赵丽颖和杨幂来说，此次无缘提名或许是一种遗憾，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演艺事业会受到影响。他们在影视圈的地位和影响力已经深入人心，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去证明自己。而对于段奥娟来说，获得提名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但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她需要在后续的作品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用实力回应外界的质疑。金鸡奖爆冷，赵丽颖、杨幂无缘大奖，段奥娟逆袭成最大黑马。这一结果在名单公布的那一刻，立刻在全网引发巨浪。许多人震惊、质疑、困惑，而更多人则在讨论，这是否意味着内娱正在发生某种新的变化。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奖项的归属，更是一场关于实力、机遇、选择与时代风向的深刻讨论。事实上，今年的金鸡奖本就备受瞩目。赵丽颖凭借近年来的持续突破与扎实表演，被不少人视为热门人选。杨幂也通过作品积累了更成熟的戏路和演技，观众同样对她寄予期待。然而最终结果公布时，两位顶级女演员却双双落选，而段奥娟，一位从选秀舞台走到影视圈的年轻新人，却成功逆袭，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这种出其不意，自然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究竟是什么让她在一众强者中脱颖而出？首先必须承认的是，任何奖项的评审都存在多维度的考量，它不仅仅基于知名度、资历，更要看作品的完成度、角色的突破性、情感表达的真实度，以及演员在角色中的融入度。段奥娟虽然年轻，但她在作品中的表现确实扎实、自然、真挚，展现出一种不带痕迹的表演感。这种生捉的真实反而容易令评委眼前一亮。她没有过度表演，也没有为了取悦镜头而刻意发力，那份纯净与投入，可能正是她能够逆袭的关键。另一方面，赵丽颖与杨幂虽然在人气与作品积累上都处于非常高的位置，但对于评审来说，或许评判标准并非完成度，而是惊喜度。两位演员都已经呈现过太多成熟的作品，观众对他们的演技有稳定的期待，而评委却可能更看重突破的瞬间、不可替代的表达、角色与演员之间独特的化学反应。这意味着他们不是不够好，而是还可以更惊艳，而这种高度往往要依靠更具挑战性的角色来实现。更值得讨论的是，段奥娟的获奖意义并不仅仅属于她个人，而是让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内娱正在变得更加开放、多元与包容。过去，行业常常被认为是资历至上、名气为王，但如今，一个从选秀走来的女孩，也能凭借作品和表现站上如此重要的舞台。这不仅说明了行业风向的变化，也让更多年轻演员看到了希望，只要足够努力，机会就可能降临。当然，这样的结果也让很多赵丽颖和杨幂的粉丝倍感遗憾，但这种遗憾并不代表否定，恰恰相反，它证明了他们的高度已经让人们对他们抱有必得的期许，而当这样的期许没有如愿时，大家自然会更情绪化。事实上，一位演员的价值绝不由一个奖项决定，他们在作品中的塑造力，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在观众心中的位置，都远超奖项的范畴。金鸡奖固然重要，但它不是衡量一位演员全部的标准。也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冷静地重新审视这次爆冷。它不是对资深演员的否定，也不是对年轻演员的盲目推崇，而是行业不断进化的写照。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新面孔，也需要旧力量继续稳固根基。赵丽颖和杨幂的存在，让内娱有了更多坚实的代表；段奥娟的出现，则让行业看到了更多可能。三者并不是对立，而是共同推动行业多样化的不同力量。在这场讨论的最后，也希望所有观众能从这次爆冷中看到更深层的意义。每一个努力的人，都可能迎来被看见的一天。每一个稳扎稳打的演员，都在用作品积累未来的高度。而每一次失之交臂，也并非终点，而是下一次更强回归的开始。就像赵丽颖，她从不以奖项定义自己，而是以作品说话；就像杨幂，她不断挑战新角色，只为突破曾经的自己。而段奥娟也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起点不重要，关键是你愿意为梦想奔跑多久，投入多少。愿所有热爱表演、热爱创作、热爱舞台的人都能记住这件事：奖项只有一次，而成长是一生。愿我们欣赏爆冷，但更欣赏努力；愿我们看见黑马，但更看见沉淀；愿我们支持新人，但也不忘珍惜那些为行业奉献多年的演员。无论结果如何，
真正的好演员终会被时间记住。愿每一位观众都能保持耐心，保持温度，保持对好作品的期待。因为真正的黄金从不惧岁月沉淀，而真正的光芒也永远不会被一时的结果掩盖。48小时内被央视连续点名4次。王一博的真实处境曝光，真相超乎想象。王一博这一路走来，堪称娱乐圈被黑界的常客，槽点就像春天的柳絮，一阵风就能飘满全网。2019年刚靠陈情岭爆火，就因为转发微博把湖南省写成湖南这个城市，被网友抓着语法错误群嘲。后来感谢剧组又把乙写成乙，评论引证时把掉头湾错成掉头湾，连带着初中没毕业去韩国当练习生的经历被贴上文盲标签，死死钉在热搜上。更狠的是2023年无名路演，被问和角色叶先生跨时空相遇会说什么，他耿直一句不知道，直接被央视点名绝望的文盲，差点把职业生涯给砸了。演技更是重灾区，陈情岭被批表情木讷，有匪被骂拖累赵丽颖，哪怕后来追风者里演活了魏若来，也有人酸流量靠资源堆出来的。就连郑州暴雨去救灾都能被曲解成露胳膊作秀，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那场私道出圈的骂战，王阳躺枪，王一博背锅。本以为追风者能让王一博口碑翻身，没想到2024年白玉兰奖提名一出，又砸了锅。这部围绕魏若来展开的剧，明明王一博是妥妥的男主，结果提名名单里只有配角王阳，官方一句不看番位只看演技，直接把他架在火上烤。粉丝们气不过，觉得自家偶像被资方当流量工具人蹭热度，转头就把怒火撒向了王阳，人身攻击、造谣抢奖的言论刷屏评论区。可谁都清楚，王阳从头到尾都是无辜的。他在剧组里不仅手把手教王一博演戏，还多次公开夸他内核强大有内劲。最后没办法，还是王一博站出来收拾烂摊子，这场闹剧才算收场。可他的路人缘又跌了一截。央视4次点名反转，顶流的真实处境藏不住了。就在大家以为王一博要糊的时候，48小时内央视4次点名，直接把舆论风向给掰了过来。第一次是报道他和宋佳、吴京登上新闻联播，镜头里的他穿着得体，谈起作品一脸认真，完全没了平时高冷面瘫的样子。紧接着央视又放出追风者的幕后花絮，0度的冻雨夜里，王一博被吊在刑架上，浑身涂着血将半受刑，明明镜头拍不到他，却死活不肯下来休息。王阳劝他换衣服等会儿再搭戏，他只说这是应该的，还笑着解释旁边有火盆不冷。这段视频一放，网友才发现原来他不是面瘫，是真的把心思都藏在做事上。第3次点名聚焦他的敬业细节，王阳爆料王一博把魏若来的台词背得倒背如流，拜师戏10几个机位，每条都一条过。就连剧中那件廉价麻布大衣都被他穿出了大牌质感。最后一次更是直接点赞他的职业态度，从佟大为那儿学来的永远为对手搭戏，这个习惯他坚持了整整8年，哪怕现在成了顶流也没变过。王阳说的真对，这届顶流里藏着个老实人。现在再回头看王阳的评价，才明白什么叫旁观者清。这个被网友骂慢热高冷的年轻人，其实只是把嘴皮子功夫都用在了做事上。拍人鱼时，为了演好哑剧演员，他把自己逼到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剧组零花絮流出也不炒作，闷头打磨角色。面对绯闻和黑料，不辩解不炒作，发律师函维权后继续拍戏，把私生活藏得严严实实。央视这4次点名，与其说是曝光，不如说是证明他不是什么资源咖，是能在冻雨里吊一夜刑架的演员，不是绝望的文盲，是把真诚演戏刻进骨子里的从业者。48小时内被央视连续点名4次，这样的关注度在整个娱乐圈都极为罕见，而名字指向的是王一博，更让外界的讨论迅速升温。有人好奇，有人震惊，也有人暗暗揣测，
究竟是什么样的真实处境，让他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为央视报道的焦点？当真相逐渐清晰，人们才发现王一博在沉默之外隐藏着超乎想象的能量与坚持。许多人以为艺人被央视点名是一件非常严肃，甚至带有争议的事情，但王一博的情况完全相反。他被点名的内容围绕的都是正面形象、青年榜样、文化传播者、公益力量、行业贡献者。这样的连续报道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王一博正在以一种远比流量更具分量的方式被国家级媒体所认可。而这种认可不是凭空出现，也不是因为话题性，而是源于他长期以来默默积累的努力与实力。许多人不了解，一个艺人想获得央视的肯定，需要的是硬实力与硬表现。这不仅是一种曝光，更是一种筛选出那些能够承担责任、具备正向力量、能代表青年形象的公众人物。而王一博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连续被提及，就是因为他的确具备这样的影响力。他不喧哗，不博眼球，却始终坚持做对的事，从专业到品格，都经得起媒体和大众的检验。回望这几年他的轨迹，会发现每一次看似偶然的高光，其实都是他默默积累的必然。从演员到赛车手，从舞台到公益，从传统文化宣传到体育精神弘扬，他始终保持着稳定、鲜明、正向的个人风格。即使面对质疑与风波，他也从未在社交媒体上争辩，而是用行动交出一个又一个让人无法否认的答卷。他的沉默是一种格局，也是力量。央视的关注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折射了王一博的真实处境。他远比外界想象中更坚定、更努力，也更有分量。娱乐圈的繁华表面下，有多少人因为风波一夜陨落，又有多少人因为流量短暂闪耀之后便悄然失声？而王一博之所以能够持续保持关注度，甚至不断提升，就是因为他并没有依赖热闹生存，而是依靠实力立足。他用专业说话，用作品证明，用行动积累。当外界以为他沉默不语时，他其实正在无声的成长。当他不回应任何争议时，他正在用成绩让所有无端的声音自动失效。正因为如此，他的真实处境根本不是被动，而是走在前面；不是被舆论推着走，而是主动往更高、更难的位置前进；不是依靠流量，而是用影响力说话。网友常说一句话：王一博越沉默，反而越有力量。这句话在如今看来恰如其分。沉默不代表弱势，而是代表自信；不代表退缩，而是代表专注；不代表冷淡，而是代表清醒。他知道自己想走的路，也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更知道一个艺人真正该用什么赢得尊重。而此次48小时内的4连点，更像是对他长期坚持的一种回馈。他让大众看见，一个青年艺人在复杂的娱乐环境里依然保持纯粹与稳重是多么难能可贵。他也让更多人意识到，王一博的发展方向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他不仅是舞台与影视圈的明星，更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精神象征。作为观众，我们也许无法走上他的赛道，也无法站上他的舞台，但我们都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力量。安静做事的人，并不比喧哗者弱；坚持热爱的人，终将被看见；沉默向前的人，永远不会被轻易击倒。王一博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不需要喊出来，时间会证明；真正的价值不需要解释，行动会回答；真正的光不需要追逐，它会从努力中自己发亮。所以，当外界为央视连续4次点名而惊叹时，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这并不是王一博突然被看见，而是他坚持了太久，终于被看见。亲爱的观众，支持他的朋友们，无论你是否是粉丝，你都能从他的经历里读到一种属于青年人的坚韧与勇气。未来的路还很长，但只要他依旧稳稳地走在自己的方向上，脚踏实地，无畏前行，
那么他所走的每一步都将会更亮、更广，也更值得期待。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沉默努力，被光看见。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